在巴以冲突爆发以后呀，中东局势每天都是风云变幻。就在前2天，40个国家的1000多艘船只从土耳其浩浩荡荡地奔赴以色列附近海域，准备打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海域实施的封锁。对此，土耳其官员立马就表态了，这可和土耳其当局无关呐，全是那些热爱和平的百姓自发行为。他们效仿当年的国际纵队，希望能给加沙带去一点人道援助。那么国际纵队能否重现当年风采呢？对此，土耳其又是真的是不管不问吗？大家好，这里是史家小探长，点个关注，我们接着往下看。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啊，有那么一段时期，一群人怀揣着高尚的理想，为了解救受苦受难的民众，实现世界大同，毫无畏惧地加入了西班牙内战。这场战争呢，发生在1936年至1939年，它是2战的前奏，也是人民大团结的赞歌。20世纪初的西班牙还是封建专制，土地和资源极度倾斜向上层贵族，在这样落后的制度下，老百姓生活极度困苦啊。所以在这样的困境中，人们开始寻求变革。1931年时，西班牙的一场革命爆发，原来的独裁政权被推翻，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决定成立西班牙第2共和国。然而当时的局势仍然动荡不安，各种不同的理念、组织和政党相互对立，天主教会与共和政府也相互攻击，而受苦的百姓只能默默承受前后矛盾。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西班牙迅速蔓延，国内充斥着各种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其中法西斯主义的长枪党以及西班牙共产党手段最为激烈，他们在国内的暴力事件极多，也加剧了内战的阵营对立，导致冲突规模逐渐升级。在1936年的选举中，右翼联盟获得了胜利，新政府废除了前任政府的许多政治举措，这引发了许多法西斯主义、保皇人士等势力的不满，他们试图推翻共和政权。同年7月17日，驻扎在摩洛哥和加纳利群岛的西班牙殖民军在弗朗哥、埃米利奥、莫拉等将领的领导下，得到了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支持，发动了叛乱，企图夺取全国政权。与此同时，西班牙各阶层人民开始响应人民阵线的号召，拿起武器保卫共和国。在短短2天内，共有30万人报名参加了民兵组织人民警卫队。可是事情并没有好转，因为当时的德意法西斯不仅向佛朗哥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支援，还直接派出了武装力量对西班牙进行干涉。这时候的西方国家本应该出面制止，可是他们却采取了不干涉政策，实际上纵容了德意法西斯的侵略行为。于是德意法西斯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先后派遣了30多万军队对西班牙进行武装干涉和侵略，使得人民警卫队逐渐处于劣势。就在西班牙不敌法西斯的时候，一股来自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力量正在慢慢的向着西班牙集结而来。在1936年9月，西班牙的动荡局势引起世界人民的关注，全世界劳动人民对西班牙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啊！国际上掀起了声援西班牙人民的群众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纵队应运而生，它代表了全世界人民反抗法西斯、捍卫独立与自由的决心和热情。于是共产主义发起了一场全球性的支援西班牙的招募活动。这场招募活动吸引了来自54个国家的3万多名志愿者，他们共同组成了国际纵队，毅然奔赴西班牙战场。这些志愿者涵盖了各行各业的人士，包括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军人、职员等，他们怀揣着最伟大也最朴素的理想，那就是捍卫人类的自由与正义。他们共同来到了西班牙，并且在这场战斗中，一些杰出的诗人、艺术家也参与其中，如加缪、聂鲁达、海明威、奥威尔、毕加索等。他们的参与使得这场战斗更具有意义和深度。这些文化名人们以笔为武器，记录下了这场战争的点滴，用他们的才华和勇气为西班牙内战谱写了一部部壮丽的诗篇。而当时的中国作为世界局势的缩影，正面临着风起云涌的变革。当西班牙内战的消息传到国内时，深受列强压迫的中国人民对西班牙人民捍卫自由与独立的斗争表示了强烈的支持。而在那批国际纵队志愿军中，也有100多名中国人的身影，他们大多是侨居欧美各国的华工。在感受到国际纵队的召唤后，他们毅然地加入了队伍。对此，我国的周总理和朱老总还向参加国际纵队的中国志愿军战士赠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帝。这面锦旗如今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参与了多场重大战斗，
然而，由于德国和意大利的武装干涉，以及英国和法国的不干涉政策，导致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多数战斗最终以失败告终。1938年，国际纵队这支队伍最终被解散。同年10月，根据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决定，国际纵队开始逐步撤离西班牙。据统计，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总共有4万至5.9万人参加国际纵队的战斗，其中有约1.5万人英勇牺牲。对于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的人来说，这片土地或许是陌生的，但正是因为有着共同追求的人们聚集在这里，这片土地才显得格外热情。更因为这里的人们团结一致，同甘共苦，这片土地才显得格外亲切。为了理想的信念，他们长眠于此，死得其所。他们的英勇事迹将永远铭刻在历史长河中，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如今在21世纪初，我们在中东又再次看到了他们的影子。在今年的巴以冲突爆发后，加沙地带死亡人员已经超过1万。而最近在各国的调停下，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却强调对哈马斯的战斗并未结束，将在停战之后可能继续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对此，全世界不少人士对此发出抗议。一些来自欧洲和土耳其的各界人士组织了一次大规模海上抗议活动。据报道，一共来自40个国家的4500人将集结于土耳其海上，驾驶约1000艘船，只身前往加沙地带进行抗议。此次行动旨在打破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声援哈马斯的同时，也给加沙带去帮助。这些船只主要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德国、卢森堡、西班牙等国家，并号召更多人参与。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国际纵队的历史，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为了反抗暴力、反抗侵略者一起行动。对此，土耳其当局则表示，这可和我们无关呐，都是人家自发的行动。其实土耳其也十分痛恨以色列，但是这会儿为了不让事态恶化，土耳其不能不出头啊。在前一阵召开的阿拉伯国家大会时，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就去了。虽然没有很明显的表态发言，但埃尔多安能参会，就充分的证明土耳其对当下巴勒斯坦局势的态度是什么了：反对以色列的侵略，坚持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斗争。在土耳其当局的努力下，阿拉伯国家就对以色列侵略战争的认识达到了一致的意见，认为以色列应该立即停止对巴勒斯坦的军事入侵。但是呢，阿拉伯国家仍然不愿意直接参战。虽然阿拉伯国家各有各的难处，但土耳其作为北约盟国，事实上直接参战也很容易爆雷。作为一个和巴勒斯坦文化信仰相似的国家，他们想帮助巴勒斯坦的人民，但是不参战还得帮助巴勒斯坦。土耳其当局真的是煞费苦心呐。在这种两岸的局面里，土耳其当局想了一个妙计，让国际民间力量去干事情，土耳其保持明面上的中立，暗中默许的态度就行。所以在土耳其明面中立的情况下，来自40国的1000多艘船只浩浩荡荡地开向了以色列。他们所做的事情很明显，不言而喻，不携带任何武器，避免被以色列直接打击。但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封锁以色列，并且给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必要的支持。毫无疑问的是，这1000多艘船只上的人员是值得敬佩的。1000多艘船只的人员加起来有4500多人，不带任何的武器。一旦遭到以色列军事力量的打击，他们必然会有生命危险。但为了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斗争，这些人员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40国1000艘船只封锁以色列，充分的证明以色列在当今国际外交中的孤立和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斗争得到全世界支持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鲜明对比。对此大家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觉得视频的内容不错，请长按点赞，让更多人看到这个视频。我是探长，我们下期视频再见。